在这次公投，原来在台湾内部反莱猪的这个调查的部分，基本上的确一开始这个民意是较为高的所以最后结果是连反莱猪这件事情都没有通过，这引起许多的讨论所以这部分来讲，我不知道阿姨你怎么看待这次公投，特别是针对这次反莱猪的部分，到底您的分析，它中间什么样的转折，让这个案子最终也无法通过呢？公共卫生和环保是典型的武断。所谓的武断，就是比如说我们按照伊丽莎白时代宪法学家的意见来说话，武断就是人为制造的标准，它没有一个天然的标准，什么是符合公共卫生的，什么是符合健康的，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典型的多因素决定，你没有办法说，比如说胆固醇到什么程度对什么人就有好处，或者说对什么人就有坏处。所有涉及公共卫生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材料，即使是最严格的硬科学方面的材料，都只具有统计平均值的意义。因此对于例如像英美自由主义所强调的个人权利和反对武断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没有任何公共卫生政策能够做到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有效的保障了所有人自由。比如说药品的副作用或者是食物的副作用，同样的药品和食物肯定对各个不同体质的人会有不同的反应，而公共卫生专家和其他专家设计出来的方案或者提出的信息，只是一个最大公约数，或者说是比较勉强近似的平均值，总会有人群中的极少数，其实因为他们的公共卫生政策或者是环保政策不但不能够得到更多的保护，反而会处境反而更加不利的。但是现在的政府还是普遍采取了这样的措施，这样的措施如果在按照伊丽莎白时代的宪法学者的意见来讲，那是武断的。什么叫做武断的呢？你政府国王或者是政府采取了某项措施，它会导致有利于某些人而不利于其他人的结果，而这样的结果又不是在无知之幕的笼罩之下，就是所谓盲目是正义之神的首要属性，并不是说是谁倒霉或者是谁幸运是纯属上帝的恩赐或者不可知的命运的力量，并非任何人为所能够主导，而是很明显的是人为的政府干预导致的。所以这样的行为是违反和自由和公正的原理的。从古典自由主义角度来讲，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大众民主国家，在人民的要求之下，为了大多数人利益为理由，其实已经采取了很多以专家的权利来侵夺个人自由措施。关于公共卫生措施，差不多都是属于这种的。无论是最近的疫苗追的问题，还是这个关于食品添加剂的问题。食品添加剂对有些人几乎没有影响，对有些人影响很大。而人民呢，就在可以影响自身健康的几百万种因素当中，99%以上是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关注的。为什么唯独这一项而不是其他的项目能够进入人民的关注点，占据人民非常宝贵的，其实是一个重要政治资源注意力空间的，而他们对不同人的不平衡影响又是没有办法说清楚的。所以无论是政府也好，还是在野政治集团也好，以这样的题目提出公投，按照旧式自由主义老式自由主义的原则来讲，都是在侵入无知之幕以后的背后的领域，是在企图以武断来侵夺自由。但是对于一战以后的大众民主来讲的话，这种做法已经是司空见惯，而人民呢，只能够根据自己有限的认知来判断问题。对于他们来说，实际上真正有效的判断方法就是选择我能够信任的人。换句话说，关于公共卫生呢、环境保护这些天然具有武断性的问题，现在的大众民主政府一般都是采取委任立法的方式，就是说是人民的代表或者国会通常是把这方面的任务交给专业集团来考虑的，而授予专业集团以广泛的授权，自己只做原则性的指示。人民或者人民代表就是这样处理问题的。他们在这些问题上实际上考验的是 A 他们对于专家的公信力能否保持问题， B 他们对自己选出来任命和评价专家，或者是决定哪些议程可以进入人民视野，哪些议程不能进入人民视野的这些政治家的基于传统的信任。
换句话说，这样的题目其实本质上讲不是例如瑞士宪法或者是魏玛宪法所主张的那种传统的适合公投的适合公投所蕴含的直接民主意味那种体制所需要的题目，而是更接近于埃登伯克所说的那种适合强代议制的题目。强代议制什么意思？就是伯克所说的那样，人民的代表可以做出违背人民本身意见的决定，因为人民选举你当他的代表，就是认为你的判断力他强。选举了代表以后，就要听从代表的判断力，就像是你请那个医生，医生哪怕是动手术让你疼，你也要相信医生的判断比你高明。这样，现在的大众民主是很少把伯克的意见完全付诸实施，一般的人民代表或者是民选政府对迁就人民意见的程度远远超出伯克愿意接受的程度。但是在这一次的投票当中，其实起作用就是伯克式的代议制。尽管采取了直接民主和公投的形式，实际上人民是在默认我自己的偏见或者我自己对这件事的直觉和感觉不一定是对的，我宁愿按照我信任的或者我害怕的人的判断来行事，因为他们会看得比我广，考虑的因素比我们多。也就是说，如果按照人民的直觉来讲的话，直觉很可能是因为人民往往像小孩子一样，看到可怕的或者有害的东西，第一个感觉就是把它摒除掉，尽可能摒除掉。所以这个议案很可能是被通过的，但是结果没有被通过，是因为公投最终变成了两个阵营之间的传统对决，人民选择了我习惯于相信的人是什么，我就按照他们的判断来投票，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恐惧和希望来投票。结果局面又回到过去总统大选经常出现这种男女对决状态。绿色选民不见得比蓝色选民更不怕死，或者更不重视食品安全，但是他们相对于他们自身的感觉，他们宁愿也信任自己平常在总统大选中投票选举出来的政府代表，又是蔡英文和他们同事的意见，认为这些人想看问题看得广，所以会比他们自己的判断力更强，因此他们抑制了自己个人的意见，按照党派的意见和他们自己的传统忠诚来投票。是，这个大家也很清楚看到这次这个反莱猪的部分就像我们阿姨所提到的部分，这当然从许多的角度真的在国内也是如此因为对于这个健康与否的部分，大家一直讨论争相不下，然后各自不同医生在不同阵营谈的部分也不尽相同，